有粉丝问，怎么知道自己的脾到底虚不虚？大家听我问6个问题，问完你就知道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的大便是不是不成形？如果大便经常不成形，甚至容易溏稀或者粘马桶，这就是脾虚的经典表现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的舌头有没有胖大？舌头两边有没有齿痕？如果有明显的齿痕，就是脾虚导致的水湿重了。因为脾虚，身体水液运化不好，时间长了，湿气就重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吃完饭后有没有常常觉得肚子总是不舒服？吃完饭或者只是吃一点点就饱胀，消化不良，有些人还会反胃酸、烧心，这就提示我们脾胃不好了。第四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喝水都长胖，或者吃多少都不长肉？有些人真的喝水都长胖，明明吃得很小，但是身体发胖，而且是虚胖，这种情况也是脾虚，因为脾胃虚弱，水谷运化障碍，在体内聚而成湿，身体代谢缓慢，就会出现发胖的情况。如果身体过瘦，吃很多东西不长肉，那也是脾胃出了问题。虽然吃了很多，但是吃进肚子里又出来了，营养没有被身体吸收。所以如果你是正常吃饭，但是过瘦或者过胖，都是不正常的，是脾虚出了问题。第五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，身体很懒，不爱动？脾胃不好，虚的人一般都是精神不好，懒得动，懒得说话，就爱坐着躺着，总是感觉乏力疲惫，还总是睡不醒，这也是脾虚的表现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怕不怕吃生冷的凉的东西？就是吃了冰冷的东西，身体会发冷，或者吃了生冷的瓜果食物就马上拉肚子、肚子痛等等。如果是，就表示脾胃已经虚得比较严重了。以上6个问题，只要占2条甚至更多以上，表示你的脾虚比较严重了，确实需要好好调一调了。首先，我们要把肚子疏通一下，可以站着或者躺着，找到肚脐上面4寸，就在这里，用我们的手指这样子勾住这里，用力点住这个点，然后左右拨弹，再上下拨弹，拨弹完再顺时针转36圈，再逆时针转36圈，然后再疏通肚脐下3寸。同样的手法，勾住这里，用力点住，左右拨弹，上下拨弹，顺时针转36圈，然后再逆时针转36圈。最好能疏通到肚子有微微发热的感觉。好，这是第一步，先疏通脾胃周围的经络，疏通堵塞。疏通了之后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补一补脾胃。怎么补呢？很简单，取花椒6、7颗，干桂圆1个，艾绒少量。我们把这3样放在一起，捣碎，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，让粘合起来，搓成一个小丸子。这个小丸子能量很大。艾绒是阳气之皇，有天上太阳，地上艾草的说法。花椒的走劝能力很强，温中散寒。桂圆肉养脾胃很好，3种组合在一起就是一股满满的能量。我们把它放在肚脐眼里，让肚脐来吸收这股能量。一个通法，一个补法，只要你坚持1到2个月，脾胃不好的情况就会改善了，脾胃就会好起来。下面我向大家演示怎么贴，非常简单，把做好的丸子放在肚脐眼里，然后贴上胶布即可。最好双脚的涌泉穴各贴1个，
贴涌泉的时候，先把丸子压扁，然后放在涌泉的位置，贴上胶布即可。在睡前贴上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取下来就行。脾胃决定了你的颜值高低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脾胃这两兄弟要是不好，人就很容易变丑、变老、变胖。养好脾胃并不难，每天坚持做3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揉人迎，养出好气血，皮肤嫩滑又 Q 弹。每次按揉5分钟。第二个动作，拍打腹部，先拍打肚脐、脸庞100下，再拍打肚脐下方100下。第3个动作，推长寿经。长寿经就是这一段，是胃经在小腿上的路线，每次推100下。左右脚都要做。大家好，我是钟老师。很多人脾胃不好，但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才能养好脾胃。今天钟老师传授一个养脾胃的秘诀给大家。这个秘诀就是在饭后做乞丐蹲。乞丐蹲这个动作非常有意思。大家都知道，乞丐吃得又脏又臭，一点卫生都没有，而且经常是饱一餐饿一餐的，没有任何饮食规律。但很少看见他们会犯胃病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后来有心人发现，原来乞丐一直在饭后做同样的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乞丐蹲。乞丐蹲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，帮助消化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大家跟我一起做。我们饭后找一堵光滑的墙，两脚跟距离墙大概15厘米左右，不能贴得太近，太近蹲不下去。如果是男生，可以把脚微微打开一点，避免挤压到胯部。女生的话，两脚并拢就行。然后我们缓缓的屈膝下蹲，背要紧贴着墙，蹲到脚后跟着地就行。我们的头、腰、臀部要保持中正，头顶的百会穴与会阴穴连成一条直线，臀部离地，压紧在小腿肚子上。最后，我们双手结孔子手印，自然放在膝盖上，放松身心，保持愉悦心态。每次饭后蹲15分钟就行。做乞丐蹲的过程中，有打嗝、放屁等情况出现，都属于正常现象，不用担心。很多人刚开始做乞丐蹲的时候，蹲不了那么久，可以从蹲几分钟开始，一天增加一点时间，慢慢就能做足15分钟了。好，想要脾胃好，每天饭后做乞丐蹲。乞丐蹲，乞丐蹲，蹲完之后肚子舒服，防便秘。大家好，很多女性发现自己的脸色比较暗黄，脸上也是缺乏光泽，这很多都和脾胃弱有关。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脸色红润光泽，好脾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是五谷精微转化的场所。好的脾胃能给身体各个部位输送营养，也能让垃圾及时的排出去。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能帮助我们提高脾胃功能，调理脾胃。特别是脸色发黄的女性，一定要跟着做一做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把脾胃调理好了，脸上的气色也会好起来。大家可以用我手里的这个碘灸罐来做，非常方便。我们先在罐子里面点燃了艾柱。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刮灸心窝到肚脐、腹中线这一段，从上往下刮5分钟。如果感觉到这一段有细微的硬块、结节、气团、痛点，那就要重点刮灸这些区域。就这样连续刮5分钟以上，打嗝或者排气都是正常的。刮完后还要重点灸一下中脘这个位置，
中脘在我们其中向4寸，3寸，要再加一个横拇指，这里就是中脘穴。我们可以用罐子扣着来做温和灸，每次灸5到10分钟。做完腹部这里，有时间的朋友最好能再灸一下足三里和三阴交。足三里在我们外膝眼下4横指，这里就是找到位置，我们直接拿罐子这样扣着，感觉温暖舒适即可。温和灸10分钟。灸完足三里，我们再灸三阴交。三阴交在我们的内踝尖向4横指，这里就是我们直接做温和灸，灸10分钟。这样坚持一段时间，脾胃好了，脸上的暗黄也慢慢去掉，焕发出红润光泽。一些因为脾胃问题导致的失眠也会随之改善。要想气色好，脾胃必须要好。如果你的皮肤因为脾胃虚弱导致的暗黄，大家坚持灸，艾灸需要坚持，大家坚持一段时间，期待着大家的反馈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调理脾胃非常厉害的方法，只要脾胃不好的人都管用。这个方法分为2步，第一步解开肚子上的2个淤堵点，第2步是给我们的脾胃注入一些能量。这2个步骤结合在一起，作用真的是太好了。下面我给大家一步一步讲。第一步，疏通肚子上的2个淤堵点。在我们肚脐下面，大概离肚脐3指，就是2寸的位置。找到这个位置，用我们的双手做成一个勾的姿势，用我们的手指勾住这里，用力点住这个点，然后左右弹拨，上下弹拨，弹拨完，再顺时针卷36圈。然后再逆时针卷36圈，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稍用力。有些人做的时候有很明显的疼痛感，或者这里有颗粒感，或者感觉肚子这里很硬，一定要坚持做，把这里疏通了。健康的肚子都是软如棉的，肚子软如棉，百病都不缠。我们的肚子一定要软，对身体才好。肚子有筋的、有颗粒感的、硬的也没关系。从现在开始做，按照我教的方法坚持做，就能把肚子揉软了，揉开就好。揉完肚脐下面，我们还要揉肚脐上面，肚脐向4横指。找到这里，这里也是一个淤堵点，方法也是一样的，先左右弹拨，再上下弹拨，然后顺时针卷36圈，再逆时针卷36圈。很多朋友在疏通肚子的时候，他这个肚子里面会有一种翻江倒海的感觉，这是气在乱窜，正常的，这是身体在把浊气排出去。有的人从上面排出来，有的人从下面出来的，出来了就是好事，身体会感觉很舒服。好，第一步把2个淤堵点疏通了，第2步要给身体注入一些能量，这一步很重要，大家一定要记下来。我们给身体加入一些能量，才能把差的脾胃养起来。苦下无病3分虚，当虚在心和脾，你的脾胃就不会好了。一般来说，脾胃虚有5种体现：1. 脸色偏黄或者苍白；2. 消化差，吃一点点就饱胀难受；3. 显老，脸上容易长皱纹；4. 湿气重，总想吃甜食；5. 身体总感觉不清爽、油腻、垃圾多。脾胃怎么养？可以分为2步。第一步，揉腹，让脾胃动起来。如果脾胃虚了，它自己就动不起来，
那么动不起来，我们就通过外界的力量帮助它动起来。揉腹的方法很简单，先把自己的双手搓热，然后双手重叠搭在肚子上，以肚脐为中心，稍稍用力，顺时针卷49圈，然后逆时针卷49圈，这样为一组，可以坚持做3到5组。饭后40分钟后再做，这是最好。坚持这样揉腹，把气血引到腹部。如果平时久坐的，做1个小时，记得起来走一走，因为久坐伤脾。第2步，温阳，让脾胃的阳气多起来。我们如果有足够强大的脾阳气，就可以很好的运化水谷精微。阳气是身体的动力，身体阳气足了，就对我们食物消化得非常到位，消化很充分。有些人多吃了一些就难受，就是消化不了，就是因为阳气不足了。特别是夏天，夏天阳气在体表，体内阳气偏弱，而我们在夏天又吹空调、喝冷饮、吃生冷瓜果，这样很容易伤到脾胃。那怎么办？可以用南怀瑾大师给我们推荐的一个温阳健脾的方法，很简单，准备3种材料：桂圆肉1个，花椒7颗，艾绒一点点。把3种材料放在一起，把它们捣碎，搓成一个小丸子，在晚上睡觉之前放在肚脐上，贴上胶布就可以了。第2天起床再把它拿掉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现在的季节刚好是冬春交替的季节，气候反复多变，日夜温差大，又恰逢新春佳节，很多人在开心之余，却忘了饮食的节制和睡眠的调理，所以这个季节是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，大家要注意通肠养胃。中医上讲，欲无病，肠无焦；欲长寿，肠常清。由此可见，保持肠道的顺畅，及时排出肠道的垃圾糟粕，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春节期间，为了保持肠道的通畅，我们可以常做以下2个动作：一、揉腹。其实揉腹很简单，双脚搓热，2手重叠，轻按在肚脐上，然后以肚脐为中心，由内向外做画圈的动作。就这样，先画小圈，再画大圈。先顺时针揉腹108圈，再逆时针揉腹108圈，早晚各做1次，也可以在饭后做，饭后休息半小时就可以做了。第2个动作，点揉中脘和足三里。中脘穴和足三里穴都是养胃大穴，一上一下，一阴一阳，上下打通，阴阳协调，可以为我们的胃健康保驾护航。中脘穴在肚脐上4寸，肚脐往上量3横指，再加1拇指，这里就是中脘穴。足三里在犊鼻穴直下3寸，距离胫骨前缘1横指的地方，这里是犊鼻，也就是外膝眼，往下量4横指，距离胫骨1横指。好，这里就是足三里穴。左右脚各有1穴，找到这2个穴位，直接用拇指指腹稍稍用力，
按压下去按揉。足三里穴如果按揉的力度不够的话，可以用点穴棒来按揉。中脘和足三里每穴按揉5分钟左右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最近很多粉丝朋友在咨询诺如病毒的艾灸处理方法，它最常见的就是会让人上吐下泻，这种情况其实很好处理，隔盐灸肚脐就非常好。做隔盐灸很简单，我们先取适量的食盐，均匀的填在肚脐上，然后我们再用点燃了艾柱的扁灸罐扣在肚脐上做温和灸。大人做60分钟，小孩做30分钟，感觉温暖舒适即可。除了做隔盐灸，还可以配合喝焦米粥，就是用一大把米炒焦了，炒到微微变黄，煮粥来喝。焦米粥对止泻有很好的帮助。有些人除了上吐下泻，还会伴有发热的情况，这时候可以加上灸印堂或者山根穴来帮助退烧。腹泻很容易发生在小孩或者老人身上，其实说到底是小孩或者老人的抵抗力比较差，脾胃较弱。脾胃差的人会经常腹泻，或者吃一点寒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。这种情况如果能坚持做隔盐灸，是很好改善的。每个星期坚持做2到3次隔盐灸，坚持做1到2个月，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了。如果你也觉得隔盐灸麻烦一些，也可以试试用南怀瑾大师非常推崇的肚脐贴来贴。我们把花椒、桂圆、艾绒放在一块捣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取适量放在肚脐上，用胶布封住，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取下来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大家可以在家自制肚脐贴丸子。我们自制的时候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用罐子密封起来，需要的时候取出来使用就行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大家选材的时候要选择好的材料，艾绒要选真正的陈艾，真正的艾绒才对你的身体有益处。桂圆要选正宗的桂圆用，正宗的桂圆气伤性平，叶浓而润，对心脾大有益处。花椒也要选择质量好的花椒，才能发挥散寒健胃除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辣，甚至是无辣不欢。其实吃辣太多是很伤阴的。现在是冬天，天气很干燥，辣椒性热，味辛，有些地方湿冷，吃辣椒可以助阳燥湿，但在冷燥的地方，湿气没那么重，吃进去的辣椒是一团火，吃进身体了就要伤阴了。所以很多人吃辣椒后长痔疮、口疮、冒痘，其实这都是伤阴后虚火私处流窜的结果。吃辣太多，心散耗气，不利于冬天收藏。冬天是需要收藏的，要藏住身体的精气，护住身体内的阳气。但是辣椒的这一团火是心散的、发散的。我们吃完辣椒满头大汗，浑身热了起来，都是因为辣椒振奋了一身之阳气走窜的原因。但是如果总吃辣，其实是一直在扰动身体的阳气，就像是冬天不适合剧烈运动一样。有的人因为吃辣太多，月经突然消失，这都是因为吃辣椒太多耗伤气血的原因。吃辣太多还会伤到脾。我们到外面吃饭，很多下饭菜都是辣的，很下饭。为什么下饭呢？因为辣的刺激，一下子胃口大开，平时1碗饭饱足适度，现在突然要吃2碗饭，但是这时候脾的运化能力并没有跟着上升，所以脾变得异常劳累，比平时干的活更多，变得很难消化了，变成了垃圾存放在身体中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吃辣易湿爽，但是吃辣过多，如果身体消化不了，痰湿留在
身体就可不好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推长寿经的方法，经常推有延年益寿的作用。下面我带大家找长寿经。小腿前面的骨头这一段就是迎面骨，在迎面骨的外侧是胫骨前肌，这条肌肉与长寿经大部分重合，就是我们要找的长寿经的位置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推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，先找到足三里，外膝眼下4横指，距离胫骨1横指，从足三里开始往脚脖子方向推，大概就推到这一段就可以了。推的方法很简单，以掌根着力，接触皮肤的面积尽量大，速度缓慢一点，不用太快，最好以3-4秒的时间从上至下推一遍，然后回来再重复，继续重复，就这样一直推5到10分钟。每天可以推3到5遍，推完一边再推另外一边的长寿经。在推的过程中，有些人这条经可能比较硬，有痛感，可能是胃有问题。因为胃不好的人，这里一般推起来都会很痛。继续坚持推，把长寿经推畅通了，推远了，能帮助改善胃的问题。好，以上就是推长寿经的方法。常推长寿经，健康享天年，大家坚持推，对身体好。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刚经历了炎热潮湿的夏季，很多人都被湿气缠身，身体哪都不舒服，整个人很虚弱。睡了一个晚上，起床后仍然觉得很累，头很重，大便时感觉很黏，黏在马桶上，冲不干净，头发油腻，皮肤暗沉，舌体两边有齿痕，身体虚胖，怎么减都减不下来。出现这些情况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学会一套蝴蝶坐，打通脾经，让你的湿气跑光光。长期坚持，气色和身体状态都会越来越好。第一步，蝴蝶式抖腿。我们坐在床上或垫子上，双腿弯曲，两脚心相对，脚跟往回收，尽量靠近会阴部。两手捉住脚尖，脊背挺直，两腿像蝴蝶翅膀一样上下有节奏的扇动，保持这个姿势抖动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很好的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脾经，促进血液流入盘骨和腹部，滋养全身，让我们精气神越来越足，特别适合久坐的人。第二步，双手轻轻握住双脚，上身往前倾，上半身尽量往下压，保持这个动作5秒。有些腰不好的朋友要量力而为，放慢速度，不要过度追求贴近地面。好，回来，重复做5次，可以很好的拉伸到身体两侧的脾胃经络，畅通气血，濡养脾胃。第三步，拍打小腿和大腿内侧的脾经，用空心拳按着脾经的循行路线，从脚尖开始往上拍，一直拍到腹股沟，反复拍5分钟。在拍打的过程中，遇到有疼痛的地方，要重点的拍打疏通，不通则痛，把它拍到不痛了，就畅通了。脾经一通，多余的水湿就会顺畅的排出去，
其实很多人的脾胃在夏季已经被伤害到了。脾是喜燥恶湿的，夏季潮湿闷热，加上很多人有吹空调、喝冷饮、吃生冷水果、蔬菜的习惯，这对脾胃的伤害非常大。我们要及时把它养回来。